欢迎来到 TG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获2450万港元股权激励续约至2026年，被月华视为业务稳定核心。同一时间，吴宣仪合约到期却被自动续约条款强制留人。家人交涉反遭驱逐资本捧起顶流时有多慷慨，对待解约艺人就有多锋利。10年合约未见演艺合同文本的指控，将这场纠纷从解约争议升级为行业透明度拷问。王一博这边刚拿到1250万股权激励，价值约2450万港元，被写进公告，按年分4次归属。合约提前续到2026年10月之后，还要再往后锁4年。被董事会点名是对集团业务稳定至关重要。转头1个月，吴宣仪这边2月24日10年合约到期，2月6日提前发书面不续约通知，却被公司拿出第9条自动延长1年条款挡回去，连家人上门沟通都被爆料说遭怒斥。被赶出公司同一家机构，2位核心艺人，一个被股权捧着续，一个被条款按着留，这个对比本身就比任何鸡汤都扎眼。先把时间线拉一遍，2026年2月24日是吴宣仪和月华娱乐10年经纪合同的到期日。根据爆料，他在这之前的2月6日就已经通过书面形式告知公司，明确不再续约。也就是说，从艺人角度，程序走得很正规，提前通知，明示不再合作。但月华给出的理由是合同第9条，除非双方书面确认终止，否则合同自动延长1年。关键词是除非双方，不是艺人单方，这就意味着只要公司不同意写下那个终止的字，合约就自动续上。冲突就卡在这里。吴宣仪方面据传认为，这是公司单方制定的格式条款，很可能违反民法典对格式条款公平原则的相关规定，所以应属无效。他的逻辑是，你不能通过一个自动续约的设计，把艺人的选择权锁死10年加1年，再加1年。更尖锐一点的说法是，10年已经够长了，如果连退出按钮都要掌握在公司手里，那艺人实际上是在签无限期不平等同意书。爆料里还有一个重磅指控，在这10年合作期间，公司从未向他提供过任何具体的演绎、代言合同文本。更有知情人士放话说，不只是吴宣仪，连公司一哥王一博在内的其他艺人，也没有见过自己具体的演艺合同。当然，这部分到目前为止没有被任何一方当事人正面证实，只存在于网络爆料层面。它的杀伤力在于，一旦被坐实，那就不仅是解约纠纷，而是整套艺人管理体系的透明度问题。4月29日，月华发了一份严正声明，先从程序上把这些爆料逐条打回去。公司明确否认几件事，不存在怒斥并驱赶吴宣仪女士家人的情况，不存在10年合约期间拒绝让艺人查看演艺工作合同，也不存在所获报酬没有标准任意结算。这些描述在声明里都被定性为不实信息。他们说，已经完成对相关涉嫌侵权内容的取证，会严肃追责，并且把与吴宣仪之间的争议交由律师处理，不再公开回应。还有一句态度表述很关键，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尊重合作艺人，保护其知情权等权益，并严格按照合同履行义务。把这一段跟王一博那边的处理放在一起看，反差感就出来了。3月27日，月华公告确认，已经完成和王一博的独家艺人管理合同续签。原合同本来2026年10月到期，这次属于提前续约。
3月25日，董事会通过2026年股份激励计划，建议向他授予1250万个受限制股份单位，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1.51%， 认购价每股 0.01港元，以当时股价算，市值大约2450万港元。股份4年归属，每年 25%。有回拨机制，如果他严重违约或者不再是岳华一人，公司可以收回股份。公告的解释非常直接，这是为了认可及奖励他对公司业务做出的贡献，以及寻求维持与王先生的长期合作。董事会判断，确保王一博续签并长期留在公司，对集团业务的稳定至关重要。这就不是单纯的经济合同，而是把艺人和公司利益绑定在同一个股价曲线上的资本动作了。用更现实的话说，他对公司是资产还是重资产？于是，一个问题绕不过去：为什么在同一家公司、同一个时间段，一个核心艺人备用股权公告，董事会决议高规格挽留，另一个核心艺人提解约却被自动续约条款按住不放？当然，从公司立场，他可以说这两件事各有各的合同基础。王一博愿意续，就给激励；吴宣仪有自动续约条款，就按条款执行。但从外部舆论视角，这会被自然解读成资源倾斜和话语权差异。更微妙的是，爆料里提到的没有见过演艺合同文本这件事。岳华4月29日声明明确否认了拒绝让艺人查看演艺工作合同，表态自己一直保护艺人知情权。但网络版本的故事是吴宣仪在提出解约时，反过来拿知情权质疑公司10年间的操作。如果艺人连自己每一单工作的合同都没见过，那对于报酬结算、风险承担就没有对等的信息基础。而爆料再顺势把包括王一博在内的其他艺人都拉进来，舆论战术很明显不是单一个案，而是结构性问题。只是这种信息目前停留在有知情人士称的层面。岳华已经明确把这些归位不实，说已经取证，接下来就是典型的法务路线：起诉、删帖、追责。对吃瓜群众来说，真正有参考价值的，反而是双方在不同节点的公开动作。吴宣仪2月6日发书面不续约通知，2月24日合约期满之后仍然被公司认定自动续约1年。爆料说家人多次去公司沟通，结果不顺利，甚至被怒斥和赶出公司。4月29日声明否认全部指控，把话题往侵权造谣上引。这套节奏本身就是 PR 策略的一部分。再回到王一博这条线，你会发现岳华在对他的叙述里几乎是教科书式的核心资产管理，提前半年完成续约，设置4年归属期的股权激励，把流量艺人的个人价值和上市公司股价绑定在一起，再通过公告反复强调他对集团业务稳定的重要性，外加回拨机制防止人走钱流。这意味着只要他在合约期内不严重违约或不脱勒，这些股份会像工资一样按年兑现。如果将来真的闹解约，公司在法律和资本工具上都有退路。把这一套和吴宣仪的处境对比，有一种很现实的残酷：在同一家经纪公司，艺人和艺人之间的议价能力差距被资本话语放大的明明白白。王一博现在是被股权捧着坐在桌子上谈，吴宣仪则是拿着10年合同，试图质疑自动续约条款能不能站得住脚。他如果要走，很大概率要走仲裁或诉讼程序；他如果要留，公司会尽一切方式把他留住，因为公告里已经写死了对业务稳定至关重要。当然，从法律角度看，自动续约条款是不是无效，是不是违反民法典对格式条款和显失公平的认定，
这不是舆论说了算的，需要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去判断。月华强调，严格按照合同履行义务，就是在提前把立场放到合同有效这个前提上。吴宣仪一方的爆料则把矛头指向格式条款无效，试图动的是合同的根基，而不是单纯的履行有瑕疵。一旦走到司法程序，这可能会成为娱乐经纪行业一个很典型的判例。更现实的是，舆论在这个过程中起到的作用。话题：吴宣仪提解约遭月华拒绝。吴宣仪母亲被赶出公司，在网络上扩散，对公司形象显然是伤害，所以才有4月29日那份严正声明，加上以取证将严肃追责这种高压措辞。相对的，王一博续约获授1250万股 RSU 的公告，其实也是一种舆论操作，告诉市场、粉丝、合作方，核心艺人稳定，合约稳固，股权绑定，大家不用担心他出走带来的业务波动。如果把这2条线放长一点看，会发现一个趋势：经纪公司不再只是拿分成合同这一条线捆着艺人，而是同时用法律条款自动续约、违约责任和资本工具股权激励、回拨机制双线操作。艺人如果是顶流，就被推到资本前台，用股份锁住；如果是已经合作多年的女艺人，想在10年后体面抽身，就不得不去跟当年签下的每一条字较劲，连自动延长1年都要拿到法庭上去拆解。现在局面暂时停在一个尴尬点，月华说争议交律师处理，不再公开回应，等于把话筒摔下。吴宣仪这边，除了早前的不续约通知和来自爆料者的观点，还没看到更具体的官方表态。下一步是他会不会通过律师发声，会不会启动仲裁，会不会公开部分合同细节，都是变数。而王一博那边，股权激励4年归属才刚开始，自动回拨条款也写在公告里，一切按计划运行。资本市场和粉丝市场最终都会用数字说话，股价、业务营收、代言续签、聚集资源，会反馈公司这套区别对待的艺人管理策略是不是奏效，而法律层面的结果则会决定自动续约条款这种东西在以后还敢不敢，还能不能堂而皇之写进经纪合同。这个风波可能不会很快结束，只是接下来话不一定还会在微博上炒，更多会出现在仲裁庭和公告里。